今天体验服上线 5.1 版本，加更一些解读一下。首先，新英雄滑板鞋将会在下个月11号登陆正式服，明天的话是千珏，感觉这么一搞千珏热度好低。先说一下对于滑板鞋这个评价它的被动，因为手游这个对吧，走位要求很低，你只要会按就行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被动应该不会微太远。结果好家伙，跳得这么远，出个攻速鞋就可以乱跳了。所以我认为这个英雄后续如果想平衡好，只能狂砍基础技能伤害。等下个月11号正式服上线的时候，我们再详细的研究一下滑板鞋的这个出装和符文。然后符文的话，海妖移除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强攻。设计师终于觉得海妖还是当装备比较好，所以后面的话可能海妖会作为装备上线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强攻使用连续3次的普攻命中同一个英雄时，可以造成额外的自适应伤害，并使其进入易损状态。接下来受到的伤害提升 10%， 持续6秒有点像这个老版的征服者，但是又不如老版征服者。因为老版的征服者它叠满之后所获得的额外伤害是对所有人都有效。强攻只有被你 A 了3次之后进入易碎的这单个目标才有增伤。所以这个符文的话适合特定的英雄，比如说没有海妖的这个对吧，卢仙，还有这个新出的滑板鞋。战士的话，像瑞文什么的，还是更适合征服者，并且正式服仙弓不缺的话，这个符文不如仙弓一根毛。所以能带仙弓的英雄肯定是选择仙弓的。我并不看好强攻这个符文，等你 A3 下触发这个易损，人家仙弓都把你秒了，所以这个符文被仙弓完爆。然后还有另一个奥数彗星，用一个技能对一名英雄造成伤害的话，会飞过去一个彗星，对该位置敌人造成自适应伤害。如果你第一颗彗星砸中了这个目标，你第二颗还打的是它，那么你的第二颗彗星伤害会更高。然后我的评价依旧是被仙弓爆杀，除非是实在不适合带仙弓的法师，你可以考虑这个彗星否则的话都是被仙弓完爆的。他还得飞过去对面移速快或者是有位移打不中，伤害对吧，加的也不高，还是自适应伤害不是真伤，所以是远远不如仙弓的。这两个主系符文虽然说都比不过仙弓，但是可以让实在没办法用仙弓的英雄吃到点红利，也算是不错的。然后来到小符文小符文红色系新增了一个灵能震荡，技能命中敌方英雄4秒内下一次普攻，或者是普攻命中敌方英雄下一次技能，造成小范围的爆炸伤害，就是一个小型的火龙魂。虽然看着很强，但是它对吧，你带它的话就没法选择猛然冲击了。所以我认为这个符文不说弱但是它和猛然冲击冲突了，所以优先级不是很高。然后红色系第二个改动强化攻击，它现在改成了只对英雄有伤害，就是你打野的话你没法带它刷野了。然后绿色系的小符文新增了一个陷阵，这个符文很 beautiful， 获得 5% 的韧性，根据附近存活的英雄可至多获得 20%。 通过我在训练营的测试，周围有4个敌方英雄就可以吃满这 20% 的韧性，并且范围不小只要是我们在屏幕中间，它进入我们的视野了，那么就可以吃到。所以下个版本像狗熊了、人马、剑魔这种打野，这个符文应该是必带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装备，新版本很多装备进行了改动，很关键好好看。首先幽梦的改动，别的没有变被动改成了在移动时会积攒气势，叠加至100层的时候可以提供50的移速，以及5到10的穿甲，随等级成长。经过训练营实测，13级的时候就可以吃满。幽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共25的穿甲。然后下一个就是破败，破败在现版本很尴尬，你出别的装备配合仙弓直接秒人，你出破败还得慢慢打对面的百分比。有一种你明明可以打得过吕布，但是你偏偏非得用美人计。所以下个版本也是加强了 12% 的吸血，普攻命中后会造成相当于目标当前生命值 7% 的额外伤害，近战英雄为 10%， 最少造成15点对野怪最大伤害为60%。同时普攻或者是技能3次命中同一个敌方英雄，会对其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，并且偷他 40% 的移速。这些的代价是什么？就是减少你60到150的基础生命值。然后下一件装备无尽直接登强了暴击伤害从175提升到了225，但是代价也很明显减少120到180的基础生命值。这两个装备加强 AD 是吃到红利了，可以让下个版本AD 的输出更为爆炸。但是为了平衡如果 AD 出的话，就会生命值就会很低。13级以后这两个装备一共扣你230点血，和这盲僧正式服大招砍了100，你这么一搞，相当于盲僧大招
啊，又加强了100多。所以下个版本注意啊，玩打野刺客的玩家一定要玩适合带先攻的、数值高的，并且最好技能是锁头的，防止对面 AD 对吧？拉开距离疯狂输出。像什么赵信啊、盲僧、男刀什么的啊，出个穿甲鞋，再加一个刚加强的幽梦，直接送 AD 回家。然后还有一件新出的装备啊，借弓。这个装备很有意思啊，长得有点像啊隔壁的竹子之弓，加40攻击力啊，35%的攻击速度，普攻命中时啊，对目标造成35%的魔法伤害，并且每次攻击呢，在光明和黑暗特效之间轮换啊。附带光明特效的攻击命中时呢，可以给我们提供啊一定的这个护甲和魔抗；附带黑暗特效的攻击呢，会给我们提供啊护甲穿透和法穿。2件装备的特效啊，最多叠加5层，适合攻速特效类英雄。像暴击流的 AD 啊，它是不需要出的，毕竟这个价格很贵啊，3200块，跟降价后的无尽啊一个价格。适合特效流维鲁斯啊和老鼠，像女警金克特这种的啊，你出个无尽比这个要强多了。然后最后一件被加强的物理装备，就是这个血手，堪称下版本的神器。首先啊，副队减少啊5点移速，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增益。首先获得啊，相当于50%基础攻击力的额外攻击力，依旧是啊，当你生命值低于35%的时候，会获得一个护盾啊，这个护盾的数值呢为75%的额外生命值，5秒内衰减。但是后面这个被动就很离谱了，当你前面的啊那个被动触发的时候，会直接移除除了击飞外的所有控制，并且还会获得4秒的50%的韧性啊，50%搭配前面的符文。我在体验服训练营试了，血手的被动加这个陷阵，以13级为标准，最多可以获得60的韧性。像什么剑魔、人马还有这个狗熊都跟泥鳅一样下个版本。盲僧人马依旧是 T0，赵信也可以，因为赵信的话是击飞啊，这个血手的话是没法帮你解击飞的。人马盲僧玩家不要笑啊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下个版本啊，彩虹小马还有这个神龙尊者要上线了啊！这2个皮肤上线之后呢，1到2个月之内卖完之后，这2个英雄必退环境。我先把话放在这里啊，你就看后面啊，是不是按我说的来？然后来到法装，第一个加强的法装，世界专注，90的法强，7%的法传，20的技能极速，被动抗分射击啊，使用技能命中相距600范围之外的英雄时，将会让其显形6秒，并且提升12%的伤害呀。下面还有一个被动，当第一个被动触发的时候，显形目标1200把内所有敌方英雄2秒。你这让隐身的英雄对吧？男刀、螳螂、阿卡丽，这不评价啊，不评价啊。然后法爆也加强了，90的法强，7%的法传，被动5%的移速啊和15的法传。不过现在的强化攻击和技能啊，会对生命值低于45%的人就可以暴击，造成20%额外伤害。就下个版本的法师都给我第一件无脑出法爆，然后第3件加强的啊大帽，90的法强，7%的法传，被动的额外 AP 加成啊，增加到了55%最高啊，13级的时候可以增加你55%的法强，但是有代价啊，减少啊50到80的基础生命值啊，但是还好能接受。还有峡谷也增强了，贵了100块啊，但是法强增加了10点，被动由原来的3层最高9%变成了4层最高10%。还有一件这个辅助装增强啊，我没有看出来哪里变强了，因为我很少玩辅助啊，也很少就是做这个装备，应该是后面啊每10%的技能极速呢，会让这个被动的治疗量啊提升1%。然后来到这个防御装，前面的话血手我们说了啊，双生啊被动增强了，只需要3层啊，3秒就可以叠满，满层时呢获得20%的体型增大，20%的韧性，还有35的护甲和魔抗，直到脱离战斗。当然啊，代价是减少5到10点攻击力啊，但是问题不大。狂徒也加强了啊，现在的话被动只需要4秒啊就可以触发，代价依旧是减少啊10到15点攻击力。最后一件赤阳法袍，现在啊它被动的额外伤害，同时呢会回复等量的生命值，再配合现版本20秒的海闪，一个有熟练度的硬辅啊是可以压软辅一头了。当然还有英雄增强，但是体验服呢还没有上线，只能说个大概啊。瑞文的大招杀人可以延长，武器跟剑圣啊小同步端游，但是没有完全同步。最后总结啊，下个版本数值继续溢出，建议大家啊选择数值高、技能比较容易中啊，最好是锁头的英雄。人马盲僧依旧无敌，先攻力压强攻和彗星啊依旧是 No.1。